我回来了，没想到老天爷有眼，让我回到出嫁前。上一世我拼命换回花轿，最后输得彻底。这一世，这侯门主母谁爱当谁当。池二公子，怎么是你？我说嫂嫂，新婚之夜你不在我大哥房里待着，跑来我这儿做什么？难不成你也吃醉了酒？姑爷小姐，发生了何事？大小姐，怎么是您？玉珠，我还想问你家小姐呢？糟了，肯定是上花轿的时候弄错了。二小姐该不会去了世子爷院里吧？哼，这是在等着那头生米煮成熟事吧？上一世也有这么一遭。既然弄错了，换回来不就得了？大小姐，老夫人的院子，你带路。我没听错吧？求老夫人替我做主。岂有此理！这简直荒唐！多大点事儿，闹得人仰马翻。闭嘴！嘴！唐宁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必不会这么算了，我一定会让景玉给你一个交代。禀老夫人，奴才去的时候，世子爷院里已经歇下了。什么？孽障！让他们赶紧滚过来！张姐，你还有脸叫我长姐？沈唐宁，你疯了！有什么你冲我来，干熹微什么事？世子，一切皆因我而起，张姐怨我也是该的。这不过是个意外，他有什么资格怨你？世子，姐姐，你怎么能打世子？世子，这一巴掌后，我们便两不相欠。今日之事，还请侯爷老夫人给我沈家个说法。唐宁，母亲知道你委屈，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不好受。可木已成舟，咱们只能尽量想法子弥补，不是？你是母亲认定的儿媳妇，谁都改变不了。至于熹微嘛，只能委屈她做个妾了。侯夫人说笑了，我沈家家风清正，也并非那等卖女求荣的破落户，断没有二女共侍一夫的道理。你这孩子怎的这般倔？我既嫁了过来，也无颜再回沈家。侄二公子人不错，我看不如将错就错。啊什么啊！臭小子，还不快叫夫人！要不我去睡书房？你可知道，我本该是人人羡慕的世子夫人，嫁了你这么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这辈子都完了。你方才在祖母院里还说我人不错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那怎么办？那要不然我们和离？那不如我现在就此勒死你，再找根绳子吊死好了。别冲动嘛，那你想怎么办？石景玉和沈熹微早就暗通管曲，今日的换嫁也是他们一手促成。横竖我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咽得下？那能怎么办？人不愿嫁给我，我还能逼着她嫁。我大哥又是世子，我拿什么和他争？命运是握在自己手里的，你不去争，不去抢，怎么知道争不争得过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读书，考取功名。要不你还是勒死我吧。晚了，你我同在一条船上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反正今后我过得不能比他沈微微差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做人攀比心不能那么强。我去睡书房。新婚之夜，你抛下我去睡书房，是想让我沦为整个池家的笑柄吗？那我可以打地铺。哦，小姐，姑爷起了吗？奴婢伺候小姐梳洗。进来。小姐昨夜睡得如何？尚可。东院那头可不大好。
听说侯夫人院里摔了不少东西呢。对了，待会儿请过了安，记得去东院把我的嫁妆拿回来。拿着清点的册去。侯府偌大的家产，侯夫人行事光明磊落，必不会私藏半点。去把姑爷叫醒，待会儿还要去给爹娘敬茶呢。少爷，夫君起床了。起来吧，给爹娘请安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你还认我这个母亲呢？行了，别误了时辰，明辉还要当值呢。母亲，请喝茶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的身份是不够格做我侯府未来主母的，这点你也承认吧？好孩子，你安分守己，将来世子夫人入府，景玉必不会亏待了你。妾身知道了，夫人。娘，我想要夫君去读书，考取功名。什么？让他读书？难不成娘打算让夫君一辈子碌碌无为，混吃等死？可是唐宁，想必你在嫁过来之前也有所耳闻，阿燕她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。唐宁，阿燕这孩子虽然没出息，混了点儿，但人不坏，心地也善良。娘跟你保证，你嫁过来，无论是前宅还是后院，都是你说了算。她敢纳妾，我打断她的腿。娘，我并非是嫌弃夫君没出息，只是你和爹有没有想过，现如今你们尚有余力能够庇护他，可将来呢？他总要学着撑起门檐，是也不是？更何况你们怎么就笃定夫君他做不到呢？我记得夫君12岁就中了秀才，曾被国子监的陈月主夸赞过天资聪明。那都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。这证明夫君是有天赋的。从前也许是方法出了问题，亦或是别的原因，为什么不再试试呢？娘也听过大器晚成，我相信夫君是璞玉，娘觉得呢？娘听你的，你说该怎么做？小姐，您看看谁来了？奴婢来迟，小姐受委屈了。嬷嬷来了就好。二小姐她怎么敢，迟家怎么敢？您才是沈家正儿八经的嫡小姐。夫人听闻这事大为震怒，二话不说就要来迟家兴师问罪，老爷给拦了下来。夫人只能托奴婢带话，问您想怎么着？嬷嬷，你说，沈熹微一个庶女，哪儿来的那么大胆子，敢在大婚之夜瞒天过悔，还进行得如此顺利？小姐的意思是，有人推波助澜。嬷嬷，你去回了娘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与迟燕的婚事是女儿自愿。大爷的！迟燕那个狗东西在哪儿打听到了吗？小爷我要弄死他！回少公子，打听到了，迟燕那小子现在正在四宝斋呢。备马，看小爷我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！小公子性子冲动，必是要去替他长姐出气，可他向来下手没个情重，这要是把姑爷打出好歹，那可怎么是好？姨娘放心，奴婢这就去办，定不会让姨娘忧心。姨娘思虑周全，不如派个小厮去宫门口守着，给老爷递个话。也只能如此。去京兆府也透个风，老爷没来之前好歹拦着些，可别真闹出人命。姨娘果然心善。师兄，往日没看出来，你小子竟是有大造化的。怎么样，娶了个天仙回家？昨晚没少偷着乐吧？我说乌鸦，你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看他还不乐意了。人沈大小姐才貌双全，出身高贵，你还有哪里不满意的？去，不说这个，比赛马上开始了。翠翠，咱们能不能一雪前耻，就靠你了。翠翠，加油啊，干他！回去给你加餐。迟燕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小姐，不好了！夫人传来消息，小公子带人烟气势汹汹去找姑爷了，看样子怕是要打起来。人在哪儿？立刻备马！小姐，老爷这时候应该还没下旨，怎么来的这样快？沈慈，住手！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自己干了什么事？难道心里不清楚？
我和姐夫聊聊天，叙叙旧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池二公子，沈小公子，本官接到消息，说这里有人聚众赌博。谁胡诌的？我和姐夫不过是切磋一下武艺。就是，自家人的事情能叫赌博吗？既是切磋，为何将人家的店砸成这样？老李啊，今儿对不住，待会儿毁坏的东西都记你二公子账上。得嘞，二公子。既是小打小闹，也别失了分寸。还有，这种地方是你该来的吗？刘大人，我看今日之事，兴许有什么误会。沈大人说的是下官冲动了。唐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父亲，女儿来接夫君回家。你能想开就好。父亲公务繁忙，女儿就不留父亲。阿姐，夫人，阿慈，姐姐知道你是想为我出气，但你也看到了，你姐夫人还凑合，你此番着实太过冲动，回去闭门思过好吗？我听阿姐的。我也回去闭门思过。阿姐，你要是过得不开心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好。你这弟弟下手忒重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将我揍一顿。你瞧瞧，这得吃多少肉才能养回来？阿慈冲动易怒，听风就是雨，难免有失分寸。我替他向夫君赔礼道歉。不过今日夫君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新婚第一日你就抛下我跑去玩乐，昨夜答应我的，我好像……你可是都忘了？你没答应你。你别哭啊！那夫君答应了？答应了吧？你个臭小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怎么敢的？娘这是做什么？这事本也不是夫君的错。就是，又不是我先动手的。娘这可就误会夫君了。今日之事，该因舍弟年幼，行事冲动，夫君不同他计较，已是大度。夫君已然答应，往后定会安心读书。那也是他不对，新婚第一天不在家好好陪着你，跑去那种地方鬼混，将你置于何地？娘有所不知，夫君适才已经答应我，日后会好好读书，专心考取功名，争取一举蟾污折贵。此话当真？乖儿子，娘亲没看出你还有这等志气。我儿，最近可有什么想吃的？娘让小厨房给你做。对了，你那些笔墨纸砚，通通换了，娘给你换最好的，咱不差这点钱。最近有点馋蟹了。行，还想吃什么？小姐，嫁妆已经尽数抬了回来，一个没落。您都不知道，奴婢拿着册子一一核对的时候，侯夫人脸都绿了。嬷嬷办事，我自来是放心的，都归拢到库房里吧。后日归宁。我之前嘱咐嬷嬷留意的事，如何？小姐料事如神。您出嫁当晚，院子里的二等丫鬟英灵果然去了趟方姨娘院里。平日里讨乖卖巧，没成想竟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。若不是小姐事先叮嘱过，奴婢定要将那贱仆扭送到夫人那里发卖了去。没关系，且看看他能为他的主子做到什么程度。正值新婚，二妹不陪着世子，怎的有空来我这儿了？张姐，我是来向赔礼道歉的。我只想你心里怨我夺了你的婚事，可我也是没法子。张姐，是父亲逼我的。二妹妹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也是父亲的女儿，父亲向来疼我，岂会这般待我？更何况我还是嫡女，他将你我换亲，除了惹人笑话，得罪池家，能得什么好处？张姐，我知道你不愿相信，可事到如今，我也自食其果，落得这般境地，难道还会骗你不成？你仔细想想，若没有父亲准许，我岂敢在大婚之日瞒天过海，还进行得这样顺利？雪清，将二小姐扶起来。二妹妹，你说此事是父亲为之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他为何要这样做？我也是从姨娘那里偷听来的，他在朝中地位水涨用不满，有心敲打。如若沈家与侯夫成功联姻，恐怕会越发引得陛下忌惮。小姐，二长姐，你没事吧？多谢你提醒我，否则我怕是要一辈子蒙在鼓里。我也是心中有愧，不忍看姐姐被欺瞒至此，沉浸在父亲虚假的关爱中。你不是和世子情意相投吗？
求他可比求我管用。长姐向来聪慧，也知道只要有侯夫人在，她便永远不会让世子将我抬正。你是庶女，这是你一辈子的名分。那是你的身份问题。侯夫人但凡脑子没坏，长姐何必挖苦我？你我姐妹互为妯娌，相互照应，不比将来你寄人篱下，看世子夫人脸色过蛇强。你若执意，念在同为姐妹份上，姐姐我便给你指2条明路。这一嘛，你目前最大的阻力是侯夫人，人吃五谷杂粮，难免身体有个毛病。若是侯夫人一病不起，自是没那个闲心再来操心世子的婚事。那第2条呢？2嘛，妹妹不妨指望自己的肚子争点气，一举得男，给世子生个长子。若还是世子唯一的儿子，那就更好了。我随口说说，2妹随便听听。至于要不要采纳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小姐何必那般好心给她出主意？嬷嬷说笑了，我可不是好心。世子是特意来接我的。沈唐宁欺负你了？没有的事，长姐心里还怨我。怨你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抢了我夫人的婚事，她不怨你，难道还要谢谢你？二弟，你怎么跟你大嫂说话的？大哥记错了吧？我记得侯夫人可没承认咱府里有世子夫人，我哪来的大嫂？那你也不该用这样的语气和熹微说话。大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向来不会说话。再说了，我夫人被人背后编排，我还不能替她讨回公道了。我这人护短得起，往后这种没根没据的话，可别再让我听到了。你成了亲，也该收敛一些心思，不要成日无所事事。斗蛐蛐怎么了？这里头学问也大着呢，让大哥你去还不一定能赢呢。姑爷回来啦！藏哪儿好呢？翠翠宝贝，你可得乖乖的，不要到处乱跑哦。翠翠宝贝，小乖乖，你在哪儿呢？夫君在找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有个小玩意儿丢了。那要雪清他们进来帮忙一起找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成。哪来的虫子？在哪儿呢？现在没了。我的翠翠，你死的好惨啊！翠翠，小姐姑爷，怎么了？雀雀，夫人不是故意的，你千万不要怪她啊。这只翠翠对你很重要吗？她陪着我赢下了大大小小的战役，意义非凡。抱歉，我不知道那是你养的，要不这样，改天我陪你再抓一只。虽然肯定比不上翠翠在你心中的地位，但我会努力抓一只活蹦乱跳的蛐蛐向你赔罪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见了你岳父，态度恭敬些，脸皮厚一点。给你冷脸你也忍着，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。他再气不过，这样的日子总不好意思将你打出去。娘，在你眼里儿子当真就这么不堪吗？你想听娘说实话吗？算了，倒也不是很想听。夫君，来了，娘，你说的我都记着呢，快别啰嗦了，快回去吧啊！你说亲家不会真将他打出来吧？沈大人是体面人，应该不会。夫君怎的这副表情？可是娘同你说了什么？夫人，你爹他打人吗？真打呀！夫君大可放心，好脸面，不会众目睽睽下让你难堪的。我就说嘛，岳父大人好歹是2品尚书，断不会同我一般见识。素闻沈大小姐才貌双全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竟嫁了个不学无术的纨绔。可不是嘛，一步之差与世子夫人为之位失之交旗，叫叔妹捡了个便宜。我要是沈大小姐，不得成日以泪洗面？呸呸呸！小姐才没成日以泪洗面呢！一个世子夫人的位子，搞得谁稀罕似的。这些人吃饱了撑的怎么着？整日盯着人家后院的鸡毛蒜皮不放。你也知道他们是闲的，且稳重些，别让人看了小姐笑话。厨房那边可叮嘱过了，阿宁爱吃的那几道菜工序繁杂，食材须得提前备上。夫人放心，早就吩咐下去了。姑爷的口味暂且不知，且都备上一些。还有你，待会儿姑爷来了，你给我老实些。娘，你管他做什么？爱吃不吃，惯着他。住口！他是你姐夫，我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意见，待会儿见了面给我老实点。见过老爷。你是唐宁院里的？回老爷，奴婢是伺候大小姐的。
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老爷，是小姐的一些东西，没什么用处，小姐让奴婢帮忙处理掉。拿给我瞧。老爷，父亲，孽女！父亲这是做什么？女儿不知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引得父亲如此大动肝火。便是阿宁有什么过错，老爷何不坐下好好与他说道？回门的日子，这还在门口就让他没脸，还害得姑爷平白无故遭殃，岂不是让外人看了笑话？父亲，你怎么能打姐姐呢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们一个个都帮着他说话，哼！也不看看他背地里究竟做了什么混账事，竟教你与人私相授受。老爷，这其中想必是有什么误会。妾身是瞧着大小姐长大的，大小姐绝不会做出这等糊涂事。是啊，爹爹，长姐什么品性，满尖尖有目共睹。证据确凿，容不得半点狡辩。若无证据，我岂会空口无凭污蔑他？白纸黑字摆在这里，也分明是他的字迹，难道还是冤枉他不成？你先看看。父亲仅凭这个就断定女儿与人私相授受，甚至不愿听女儿解释，便直接定了罪。岳父大人这话说的，就算是罪犯，尚且还有辩白的机会呢。您是唐宁的父亲，都不愿意听他解释。好，你说这封信不是你写的，可有证据？父亲且看，女儿平日用的纸都是诚心堂纸。这纸向来以坚洁如玉、细薄光润著称，因着金贵，我房里都是有定数的，并且女儿还有个爱好，落笔前必会浸上特制花香。而这一支纸虽是诚心堂纸，却无半点香味。许是放置时间久远，香味散了，也是有可能吧？哪里的话，二妹妹思虑周全，我应当感激你才是。若如二妹妹所说，放置时间久，为何这纸上的墨痕，瞧着竟还是新的？世子博学多才，墨痕新旧，应当能够辨认吧？还请世子帮忙分辨，还我一个清白。新墨色灰而不黑，不比陈墨质地硬。这墨痕的确是新的，且不超过1个月。即便如此，你也不能完全洗清嫌疑。墨痕是新的，可以是近日写的，纸上无香，也极有可能是你没来得及。到了这个份上，父亲还是不信姐姐。您心里既已给他定了罪，那还多说什么？混账！为父这是实事求是，如若不彻底洗清你姐姐的嫌疑，这事传了出去，毁的是他自己的名声，还有我整个沈家的脸面。父亲莫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人模仿我的字迹，仿的的确足以以假乱真。若不是我知道自己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，恐怕都要被迷惑了去。但百密上有一疏，他忽略了一处细节。什么细节？夫君有所不知，我幼时学字贪玩，总也分不清准和怀字，老是把怀写成准。后来能分清了，这个习惯也改不过来。母亲还曾笑话我。是有这么回事，太子殿下还借此打笑你，怎么不叫他阿准表哥？夫君且瞧瞧。这倒是有意思。这人怕是不知我夫人独特的小癖好，模仿也学不像。岳父大人，这下可满意了？既如此，唐宁，是为父误会了你。父亲不必向女儿道歉，您打的人不是我。长姐，父亲已经知道错了，想来姐夫也不会同父亲计较。二妹妹倒是大度，挨了打的是我夫君，你一句不计较便轻飘飘接过了，想来是巴掌没落到自己身上，世子不知道疼。世子有所不知，我父亲一向是赏罚分明，公正不淹。知晓自己做错事时，他怕是要愧疚的晚上睡不好觉。我这个做女儿的也是为父亲着想。迟燕，是岳父没调查清楚事情真相，方才一时冲动，委屈了你。岳父大人，我只是皮肉受点损害不打紧，可仅此一遭，我夫人怕是心里委屈得很。去看看，嬷嬷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小姐，奴婢来了。小蹄子，见了老爷夫人还不跪下？秦嬷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嬷嬷，你来说。奴婢亲眼看到这丫头鬼鬼祟祟出入小姐的房间，奴婢觉得她形迹可疑，怕她手脚不干净拿了什么东西，便偷偷跟了上去，眼睁睁瞧着这小蹄子竟去了寒作院。方姨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女儿院子里的丫鬟何时与你这般叔叔了？老爷夫人，妾身冤枉啊！父亲，母亲，姨娘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岳父，我相信熹微的姨娘不会做出这种事。这是我沈家的家务事，想来还轮不到你一个晚辈来插手吧？迟世子，
管到别人家后院来，你的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？阿慈，方姨娘，烦请你解释一下，我女儿院里的丫鬟为何会到你院子里去？夫人，妾身不过是听闻璎珞姑娘手巧，打的络子也好看，便请她过来起教一二罢了。夫人，你这可就误会姨娘了。姨娘一心记挂着出嫁的大小姐和二美寝食难安，便想着替他们打个如意结，求个平安顺累，整整熬了2个大夜，总算赶着回门这日完工。您瞧瞧，这是给大小姐的。姨娘一心为着大小姐，哪里会害她呢？您这是在诛姨娘的心啊！姨娘，璎珞，你来说。我平日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陷害我，毁我名声？你难道不知，稍有不慎，这可是要株连9族的吗？小姐，是奴婢鬼迷心窍，奴婢错了，求小姐原谅奴婢吧。你是鬼迷了心窍，我这般信任你，你却将我的信任转变成刺向我的利剑。我是真替你惋惜，你做出这等背主的事，我容不下你。你身后的人难道就能容下吗？老爷夫人，这些首饰是从这贱婢屋子里搜出来的。她一个2等丫鬟，便是攒1年也买不起这样名贵的首饰。这只红宝石雕凤头钗，我怎么瞧方姨娘簪过？这不是我前几日丢的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璎珞姑娘，我没想到你竟是这样手脚不干净的人。方姨娘，你被主又偷窃，这样的丫鬟，我沈家是再容不得你，直接发卖了吧。小姐，求您救救我，奴婢知错知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。你我主仆情谊已尽，你求错人了。让2位贤婿看了笑话。哪里的话，托岳父大人的福，不然我哪能看到这样的热闹？还跪在这里哭哭啼啼做什么？大好的日子，别让人看了笑话。夫人，宴席。我与阿宁和他夫婿有些话要说，过会儿功夫才开席。老爷和世子自便。小婿有些问题想向岳父大人请教。咱们去书房聊。我已成功嫁了世子，娘还多此一举做什么？方才差点就被那小贱人拖下水，你让世子怎么想我？我这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让你在世子心中的地位稳固些。换亲虽然成了，可谁知道世子心中会不会还惦记着沈唐宁？绝无可能，世子他心中只有我。今日之事，我也是着了道。娘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我小瞧了咱们这位大小姐，没想到她竟给我挖了个坑。那封信本就是她写的。娘的意思是，她故意引我们上当，提前设下局。也不知道璎珞那贱妇什么时候不慎露了马脚，这才让她察觉将计就计。罢了，这次算她棋高一招。不过她不会次次都这么好运的。好孩子，脸还疼吗？岳母大人多虑了，我皮粗肉厚，没少挨过我爹娘打。那不一样，阿宁这孩子是我捧在心里长大的，自小娇生惯养。本来担忧她嫁了人会受委屈，不过有你护着她，我也算放心。阿慈，带你姐夫出去转转，认认路。我带他？你是主人家，这又是你姐夫，不应该吗？应该。辛苦小舅子了。阿宁，苦了你。这是好事，娘今天也瞧见了，池景玉那人并不值得女儿托付终身。方氏母女，以往是我小瞧了他们。他们之所以这么大胆，无非是有所倚仗。娘觉得呢？你父亲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这么多年，他偏宠方氏，我可以容忍，因为我不在乎。可他万不该将你也算计进去。阿宁，你放心，这份委屈，娘不会叫你白受。嫁与迟燕是我自愿，娘不必太为我担心。这几日女儿观其信性，虽顽劣却纯善。娘今日瞧着，也觉得她不如外界传闻那般不堪。左右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，你心中有数就行。母亲放心，她虽顽劣，本性却纯善，女儿既已嫁她。放心，娘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璎珞呢？方才来了牙婆，已经把人带走了。这丫头吃里扒外，只是发卖倒是便宜了她。劳烦嬷嬷替我留意她的去处，派人盯着。奴婢知晓了。迟燕呢？不关我的事啊，她自己说要去石油侧，我总不可能跟着她吧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姐夫该不会是抛下长姐自己先回了吧？去找找。我这才离开一会儿，就有人急着替我做主了。我要是再来晚点儿，
还不知道要被二妹编排成什么样。娘还以为你迷路了呢。贵府是有些大，看的人眼睛都花了。我绕了好半天呢。哎呀，没把你赶出来吧？你们是夫妻，他是你夫君，护着你是应该的。不就是一巴掌，你不必有心理负担。放心，我没忘记答应了要陪你再捉一只蛐蛐。不就是一只蛐蛐，多大点事儿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不用麻烦了。这等小事，吩咐下人去做就好了，何须劳动小姐亲自动手？少夫人，夫君看书呢。劳技结合，我懂的。这是我让人搜罗来的秋鬼可能会用到的书，夫君瞧瞧，这些可够？这会不会太多了点儿？多吗？还好吧，距离秋闱还有5个月，夫君1个月看2本，差不多能看完。就这些，我还是看在夫君基础不错的份上，挑挑拣选选的。基础不错。夫君12岁就中了秀才，可不是基础不错吗？你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吗？20。整整隔了8年，这谁还记得？忘了就再捡起来。从今日起，我陪着你一起读书。你陪着我一起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做什么？同吃同住，陪着夫君同甘共苦啊！你管这叫同甘共苦？我甘，你苦。娘，夫人，实不相瞒，算命的说我命里就没带官字，哪怕考100回，我也是考不上的。那就先考100回试试。夫人有所不知，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我读不了书也入不了仕，否则会家宅不宁，我会迎来祸。死了我管埋。夫君可要用心些，也别想着装模作样糊弄我。一会儿我要抽查的。夫君这2日表现不错，今日我要出门，便不盯着夫君。还望夫君在家中自觉勤勉。夫人放心，你尽管出去，家中一切有我，必不会让你担心。有夫君这话，我便放心了。那我便先行一步。夫人路上小心，务必要玩得尽兴。夫人当真觉得姑爷一个人在家会用心读书？当然不会，说不定我前脚出门，他后脚便溜出来了。不过不打紧，一口吃不成胖子。贼溜溜。8两如何？公子，奴才亲眼看见少夫人上了马车，看得真真的。自由了，自由了！公子，您真打算偷溜出府啊？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偷溜？我这是光明正大，好吗？放心，我肯定赶在他之前回来啊，不会让他发现的。你记得帮我打掩护，我妈要是来了，就说我一心读书，谁也不想见。公子，公子，您可要早点回来啊！嘘，小声点，你想把整个府里的人都叫过来吗？公子，没摔着吧？你也别怨我折腾。往后世子夫人进府，需要你伺候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我也是让你提前适应一番。夫人教训的是，妾室受教了。夫人，西院那位烂泥果然翻墙跑出去了呢，拥上墙。可笑二房那位还一心做着他儿子能考个状元回来的美梦。二少夫人也是病急乱投医，当日放着好好的世子夫人不当，偏要意气用事嫁给一个不成器的，这会儿怕是悔得肠子都青了。自作自受罢了，给他台阶不下，非要跟我争这一口气，那就且看看他手中的那废物能不能变成金疙瘩。宁宁，这里。成了亲后，要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，谁说不是吗？宁宁，你近来过得如何？尚可，都是自家姐妹，咱们也没必要拐弯过角。那池二公子是什么样的人，燕京无人不知。宁宁，你果真不伤心吗？嫁能不然能怎样？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。我不振作起来，难不成非得寻死觅活？就是，不提那阿杂东西。你能这么想也好。要我说，池二公子虽然不成器了点，但也没年华惹草三木四，就这一点，比那池景玉不知强到哪儿去。可不是吗？人家情投意合，我家在中间倒成了恶人，何不干脆识趣点？算了，不提这些晦气玩意儿。咱们今日出来是寻高兴的。我知道城南最近新开了一家铺子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据说从南阳那边来的，咱们去看看。
都说了，本公子才不是为了什么娉婷姑娘，我就是单纯好奇那昆山玉究竟是什么模样。小姐，好像是姑爷。嘘，宁宁，你夫君来寻你了，寻的怕不是我。娉婷姑娘是谁？娉婷姑娘是春风楼的头牌。宁宁，许是那些人信口胡言罢了，当不得真的。把你们这儿的镇店之宝昆山玉呈上来，我瞧瞧。池二公子，你也知道昆山玉是镇店之宝，轻易不给人瞧的。什么意思？是觉得你二公子买不起？池二公子，人家掌柜可卖你这个面子，你池二公子的名号也有行不通的时候。我的名字不管用，你萧碧的名字就管用了。你掌柜的，你尽管开个价，无论多少银子，本公子都出得起。二公子，这青山玉已经被人定下了，实在不是小人。你怕不是故意敷衍我？那人出了多少钱？我出双倍的价钱。为美人不惜一掷千金，池二公子好大的手笔。宁宁，你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就是为这种人可不值当。池二，你可是出息了，为别的女人豪掷千金，还被自家夫人抓了个正着，也算是头一个了。嫂夫人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这就是个误会。你来说。夫人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哦，夫君错在哪儿了？我不该趁你出门偷偷翻墙出来玩的。迟燕，你也太没出息了，被一个女人压了一头，简直给我们男子丢人。就是，没看出来池二公子还是个妻管严。那怎么了？你也就是嫉妒娶不到我夫人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不然换了你比我还没出息。那娉婷姑娘呢？那什么婷的，我压根就不认识她。美的你想认识还没那个机会呢。那玉呢？还要买吗？不买了，夫人说不买就不买。那什么婷的与那昆山玉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不买了，我就是好奇那玉究竟长什么模样。夫人不乐意，咱就不买了。既然如此，夫君玩也玩了，这便随我回温习功课吧。习顾客，池二公子是打算考个状元呢？关你屁事！你既然这么闲，不如去城西桐花巷第2个岔路口给那只黑色的母猫接个生。我夫君性子急，言行无状，多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掌柜见谅。夫人客气了。早就听闻沈大小姐温柔识大体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假。让你们看笑话了。怎么个意思？我长得很像笑话吗？没事的，宁宁，咱们下次再出来玩。这个池二吧，好像没我想象中那么不堪。宁宁性子强势，他懂得服软，鼓励惰性，别说，居然还有点般配。是啊，你说点什么呀？实在不成，骂我2句也行。我骂你做什么？我骗你说在家读书，结果偷偷跑出来玩。下次别翻墙，记得走正门。啊！翻墙万一磕着碰着，那可不是小事。腿长在你身上，你执意要出门，我还能拦你不成？你不生气？愿不愿意读书是你自己的事，我即便逼着你读，也没法子逼着你上考场。有件事，我想问问你。你问。今日你为何一时兴起要去看那昆山玉？还不是萧玉那群公子哥在那吹嘘，把那块玉吹得神乎其神。期间季无涯和唐旭不知怎么和他们吵了起来，一群人就说要来开开眼。我也就是好奇这些稀罕物，真不是他们说的，为了那姑娘。夫君同济，唐2位公子关系很好，还成吧，勉强可以说是臭味相投。毕竟大家名声都不好听嘛，久而久之就混到一起了。夫人为何突然问这个？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们其中一个了吧？如果是呢？你眼光也太差了吧！有我这么个珠玉在前，你竟然能看上他们2个？不是我打击你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季无涯是有未婚妻的，唐旭嘛，他就是块没开窍的木头。再说了，我长得不比他们好看吗？夫君放心，我也觉得你更好看。唐宁啊，这个家多亏有了你，不然还不知是什么光景呢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这才多久，夫人就打算给世子娶妻？那还能有假？我那老姐妹在夫人院子里伺候，她亲口说的。你想想看，自打世子纳了沈姨娘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夫人能不着急吗？这倒也是，若世子夫人进了门，分走了世子的宠爱，沈姨娘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听说你那侄媳妇怀上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可不容易吧？这都3、4年没动静了。可不是嘛，多亏了之前那老道士给的偏方，这一胎极有可能是个儿子呢。什么偏方这么管用？我也给我那儿媳试试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主子背后嚼舌根！此事若叫侯夫人知晓，有你们好果子吃的！沈姨娘饶命，奴婢们再也不敢了。
两位嬷嬷莫急，此事我可以不与你们计较。不过，我想知道那个偏方是什么。小姐，成了。尾巴处理干净了。小姐大可放心，我已给了那嬷嬷一大笔银子，过几日她便要回老家照顾她的小孙子了。辛苦嬷嬷。姨妹妹本就不易，为母则刚，她为腹中民儿做打算也情有可原。夫君是答应了。二弟去得早，作为兄长，能帮衬的自然应当帮衬，只是记在你名下，将来我们有了孩子，该是他的还是他的。母亲不会答应的。母亲那边我去求援。是侯夫人。夫君果真不去？你也知道我粗人一个，这种文雅的事就不适合我。好吧，那夫君好生在家温书。长姐，你也要去元安公主的赏花宴吗？不如坐我们的马车吧。不用了，我坐自己的马车就好。我也是一番好意，长姐她的马车那么小，坐着肯定不舒服。你好心人家未必领情，不必管他。二小姐也不知安的什么心，抢了小姐您的夫婿还不够，还要小姐看着他们眉来耳去吗？翻来覆去，他也就这点手段了。二少夫人莫要动气，上不了台面，终究是上不得台面。就是什么？多谢诸位。娘娘，知晓你会来，我方才还在外面找呢，看到了池家的马车，才知道你肯定已经进来。你的庶妹怎么也来了？许是公主殿下爱热闹呢。云安公主到，大家都来的差不多了吧？哟，沈大小姐也来了，本公主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殿下说笑了，您亲自递的帖子，唐宁焉有不应的道理？本公主这也是好心，念着你在家无聊，和池二公子又没共同话题。多谢殿下关心。我与夫君虽没有相同的志趣，不过性子倒正好互补。夫妻之间本就需要时间磨合，因此日子也不算乏味。好啊，那本公主便拭目以待。子恒，看来你这前未婚妻倒也没传闻中那般对你情根深重啊。三王子说笑了，我与他的婚约本就是家中长辈定下，自然谈不上什么情谊。你这有什么可后悔？错把珍珠当榆木，本宫替你惋惜啊。殿下说笑了。切，他们俩倒是臭味相投上了。你这话要是传到公主的耳朵里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看这里没其他人才说的嘛。当心祸从口出。知道啦。小姐不必着急，出来这会儿功夫不碍事的。雪晴，你信我吗？这是自然。好，待会儿无论我做了什么，你都只管沉住气，不要慌张。小姐放心。是谁？沈大小姐，我听到这里有动静才过来瞧瞧。顾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快离开，有刺客闯入了公主府。我方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，逃跑的途中不慎崴了脚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更不能放任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了。不必担心，我来的路上看到不少侍卫，相信那刺客很快就会被抓住。沈大小姐，多谢，今日之事多亏了你。你叫我唐宁就好。我听太子表哥提过你。太子殿下提起我，糟了，我的玉佩怎么不见了？是不是落在方才那里了？有可能。雪子，你先扶着顾姐姐回席间请大夫，她的脚伤拖不得。那你呢？刺客还没被抓住，你一个人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不如等刺客抓住了。顾姐姐有所不知，那玉佩是我娘送给我的，意义非凡，还刻着我的名字。况且这样私密的物品，要是落在旁人手里……顾小姐，我们先走吧。顾小姐放心，我家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不许叫，否则就杀了你！我不会大喊大叫的，你仔细别伤了我。你受伤了？我对你没有恶意，相反，我可以帮你逃出去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因为我怕死，我的命现在在你手里。万一你死之前想拉个垫背的怎么办？你的命不值钱，我的命可珍贵着呢。我沈唐宁说话算话，信不信由你。谁在那里鬼鬼祟祟？不好意思，是不是吓到你们了？沈大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我衣裙不慎弄脏了，本想找茶水室换一下，结果公主府太大，不小心迷了路。方才听到动静，还以为有外男过来，便想着避一避。沈大小姐，府中进了贼人，正在排查。多谢小哥提醒，不知能否请为侍女给我带个路？您在此处稍作等候，我稍后便让侍女过来为您带路。多谢小哥了。沈大小姐客气。这样够有诚意了吧？现在公主府到处都是抓捕我的侍卫，戒备森严，你怎么带我逃出去？我可没说要亲自带你逃出去。你想出尔反尔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我一开始就说的可以帮你。公主府有一处地方较为偏僻，那里不会有人把守，我可以告诉你在哪儿。但你能不能逃出去，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。我没有义务送佛送到西。殿下，搜查的如何？回殿下，还没有找到。对方费尽心机潜入公主府，必有所图。可本宫不知，一个公主府究竟有什么能够让他图谋的。继续找，人肯定还在这府中。你方才准备去哪儿？沈唐宁，这里离后花园有段距离。她孤身一个人，也没个侍女身边，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？去瞧瞧。沈大小姐，侍女给您带来了。见过三皇子殿下。殿下怎么在这儿？听下人说沈大小姐孤身一人迷了路，本宫便想着顺路过来看看。倒是让殿下看了笑话。不碍事，沈大小姐不知我与子航关系不错，你是她的弟妹，本宫照拂一二也是应该。殿下，您这是？本宫瞧着这里风景很是不错。这里怎么还有人？怎么是你？三皇子见到我很惊讶。池二公子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没来吗？这不是不放心我夫人一个人吗？三皇子，你离我夫人太近了。倒是本宫失礼，殿下知道就好。本宫还有事在身，就先失陪了。沈大小姐，这位侍女会带您去更换衣物。有劳。你不解释解释？你想听什么？你和那刺客认识？素不相识。那你为什么帮他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我若是不帮他，他恐怕会杀我泄愤。回去吧，你那丫头怕是要急哭了。夫君觉得三皇子此人如何？虚伪至极，两面三刀。我就随口一说，这话要是三皇子知道了，我非得吃不了兜着走。那夫君觉得，三皇子与太子，谁更有机会竞争那个位置？妄议天价，你不要命了？我也是随口一问罢了。乾坤未定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夫君莫要嫌我苛刻，如今已是4月，距秋闱不到5个月，实在松懈不得。这是……我看夫君的荷包有些旧了，做了个新的送给你。送给我的？这多不好意思。时候不早，今日不如就到这里，夫君去歇着吧。歇什么歇？我感觉我还能看一会儿，你先安置吧。夫君近来如此勤勉，可莫要熬坏了身子啊。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，熬这么会儿哪里就垮掉了。再者你也说，距离秋闱越来越近，正是应当刻苦用功的时候。没想到夫君竟有如此觉悟，那妾身就不打扰夫君用功了。小姐这招效果委实不错，姑爷都知道主动用功读书了。吩咐小厨房做碗燕窝给公子送过来，长夜漫漫，可别饿着夫君。小姐放心，奴婢省的。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？只是有些头晕，世子别担心。既是身子弱，那便好好待在院子里，少出来走动，省得磕了碰了还要赖在别人头上。母亲，熹微自幼体弱，许是真有不适，您何必太过苛刻？哼，我苛刻？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。既然身子不适，那便请府医过来瞧瞧，究竟是个什么毛病。妾身听侯夫人的。张大夫，你可要仔细瞧瞧。回侯夫人，世子脉如走珠，往来流利，这是有喜了。这个孩子留不得。夫人，妾知道您不喜欢我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熹微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母亲要罚就罚儿子吧，不要为难熹微和他腹中的孩子。蠢货！你可这个孽种要是生了下来，外头的人知道了会怎么看？旁人的言论有那么重要吗？儿子只知道
大丈夫抚养天地，无愧于心。是啊，大嫂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，那可是活生生一条命啊。好了，你早不做打算，如今木已成舟，还闹什么？母亲，孩子留下来，至于其他的事，以后再说。你就不伤心？这是喜事，伤心做什么？我上个月才支了一笔银子，这还不到1个月就花完了。二少夫人，王管家怎么在这里？是有事找母亲吗？我来找娘说会儿话，娘和王管家先聊，我不急。哎呦喂，二夫人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如今府里多了位小主子，老夫人早前放了话，一切先紧着那位，这开支可不就大了起来吗？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我没理解错吧？王管家这是来向母亲讨银子了？侯府何时落魄成这样了？二少夫有所不知，侯府历来都是如此，在您尚未嫁过来之前，便有了这样的传统。历来如此，就是对的吗？这是二夫人自己的意思。那王管家以后不必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二房不会再补贴宫中。若是老夫人有需要，那么二房孝敬一二也是理所应当。可花二房的钱去养世子的孩子，我倒是要问一回，世子究竟知不知情？刚才唐宁僭越了，母亲勿怪。好孩子，娘知道你是为了我们二房好，委屈你了。说来也怪我们做父母的不争气，否则哪用得着看别人脸色过活。我知道母亲的良苦用心，可你也看到了，正所谓斗米恩，升米仇。当您习惯性的付出，那便会被旁人视为理所当然。我认为二房并不欠大房的，夫君能否承载，最关键的在于他自身。我们固然能为他铺好路，走不走得远，还是要看他自己。您说是不是？这么多年，我看的还没你明白。您是当局者迷，可若大嫂那边心存不满，该当如何？侯夫人是要脸面的人，即便心存不满，她也只能往肚子里咽。他沈唐宁当真这么说？也敢打我的脸？沈唐宁算他花花肠子这么多，往日我竟小瞧了他。这样不省心的女人，当初还好没让她进我侯府的门，否则还翻了天。可不是嘛，夫人，小人自个儿讨骂倒是不值一提，可小人代表的是夫人你的脸面啊！他那般放肆，可不就是没把夫人您放在眼里吗？贱人，岂有此理！他当真以为这府里没人能治得了他？夫人，请消消气。若是气坏了身子传了出去，岂不是让他看了笑话？嫁给一个树屋子，当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这事儿我不好出面，但有人能出面。都说咱们一家人一笔写不出2个池字，可有些人偏要在我老婆子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。我说的对吗，老二？母亲这话何意？可是儿媳哪里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？祖母消消气，婆娘向来处事周全，为人低调，这其中想必有什么误会。唉，本来这事儿不该闹到父母面前，但我也实属没办法。弟妹你也知道，母亲的身子向来不大爽数，须得时刻用名贵药材补品温养着。二婶婶、二嫂，这事儿可就是你们做的不对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谁不得指着我二叔鼻子骂一句不孝啊？三妹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母亲也优修祖母的身体，也考虑到大房的囊中小匣。昨个还同我讨论要不要将每月祖母的花销一并出了。孝敬祖母本是理所应当，二房绝不会推脱。除此之外，公公同侯爷与世子一样，每个月的俸禄也是尽数充公，该出的银子我们并不会少出。可世子爷打点识途的花销，我二妹养胎的开支等等，总不能也由我们二房出了吧？老二家的一家人分得那么清做什么？你们手头宽裕，多帮衬点也是应该。等景玉在朝中站稳了脚跟，要提携你家那个不争气的混账，还不是一句？祖母这话说的，倒像是朝堂是持家的一言堂，说提拔就能提拔。住口！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不要命了？这不是祖母的意思吗？混账！我哪里是这个意思？好吧，许是孙媳理解错了，但连侯夫人都没这个信心，可见要靠世子是行不通。夫君近来很是努力用功，若是夫君做了官，将来也少不了打点。这么看来，二房手里的银子也不是很宽裕，说不定到时候还要仰仗世子疏通关系呢。你想得美！那好吧，看来侯夫人不太情愿。总而言之，从今以后大房出多少，二房就出多少。想要二房多出银子，大房就先起个表率作用。大家都没意见吧？你都不知道你媳妇儿有多厉害。侯夫人和老夫人的脸那是一个赛一个的难看，可让为娘好好出了口恶气。当真有这般厉害？不过娘，您这么着是不是不太好？平时不还教育我要尊重祖母吗？这要是让外人听了去……去你的！你什么德行，我这个当娘的还不知道？那不是随了娘吗？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！你瞅瞅，你也就这张脸能看。唐宁肯嫁给你，真是咱们家祖坟冒青烟了。
有您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吗？我也没那么差劲儿吧？就凭咱这张脸，少说也是风靡万千少女吧？你还真敢说，傻小子，这都快2个月了吧？你和唐宁，你们怎么还没？娘，臭小子，一惊一乍想吓死你老娘！娘，夫君，你们这是？唐宁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厨房炖了银耳血和羹，想着夫君读书辛苦，我便给他端来一碗。好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行，你们夫妻俩慢慢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娘慢走，夫君愣着做什么？赶紧趁热喝啊，凉了口感可就没那么好了。夫君近来倒是勤勉，不如给夫君放2天假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夫君这话说的，好像我是什么蛮不讲理的人。可别给我乱扣帽子。你不担心老夫人和侯夫人记恨上你，回头给你吃挂络？一味的忍让只会让人觉得好欺负，换来变本加厉和得寸进尺。我不喜欢忍，我喜欢谋定而后动。过几日我想去普陀寺进香，夫君可否同我一道前往？你说的给我放假就是这个？就当是去散散心，也为夫君的仕途求个顺利。你就那么肯定我能考上？夫君又不笨，为何考不上？前期几次许是运道不佳，这一次我们再试试，一定能成。你倒是比我还有信心。不行，这事儿绝不能这么算了，不然我的脸面岂不是让他沈唐宁踩在地上，日后还怎么服众？夫人，世子来了。今儿下旨攒得这么早？母亲，别再问二婶要银子了。我的孩子，何时沦落到要别人来养？难不成我还有错了？我这是为了谁？儿子当然知道您的良苦用心，可您想想，这事儿若是传出去让外人知晓，旁人会怎么看我？儿子在朝中又如何立足？娘不也是为了你？你平日里打点上下，还有吃穿用度，哪里不要银子？如今儿子在朝中有了一定地位，已经不需要时常打点。咱们家自诩清流，太过铺张奢侈，反倒招人眼红。儿子每月也有俸禄，至于熹微，她怀有身孕，肯定一切先紧着她，但也不好太过奢靡。这点母亲有分寸，我是放心的。那二房那边，母亲，此事不必再提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世子怎么这样？哟，王管家晒太阳呢。李二，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嗨，这不是眼瞧着入夏了吗？夫人吩咐我跑一趟衙署，将陛下赐给侯爷的兵领回来。我这胳膊腿的，也就只能干跑腿的活去，哪比上王家您风光体面？既然是夫人吩咐，那可是要紧事儿，你赶紧的，莫要耽搁了时间。得，还是王管家您有经验，我这就去。我呸！小人得志的东西，我王府风光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跑马粪呢。有你什么事？这是二房的马，你为他做什么？最近有谁要出门吗？是二少夫人，明日她要去普陀寺进香。记住，你们把人掳走后，只需要他一番，不许伤人，更不许将此事闹大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老爷，肯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。长姐去寺庙进香，能不能也带上我？我也想为肚子里的孩子求个平安。山路崎岖不好走，二妹妹这肚子还不到3个月，还是在家中好好养胎吧。你这二妹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二妹可是差点就嫁给了夫君呢。若当日成亲的是你们2人，咱们都成亲了，你突然说这个做什么？假设一下嘛。夫君不必紧张，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。若我当真娶了她，自然会给她应该有的尊重，但除此之外，好像也给不了其他了。你这性子，倒是难得一见。女子处境本就艰难，一身荣辱皆系于夫家。像我这样不成器的，不是走投无路，恐怕也没人愿意嫁。人家肯嫁，我又何苦为难？莫要妄自菲薄，夫君也是很好的男儿。你莫不是唬我？至少像你二妹那样的，是绝技看不上我的。那是他眼盲心瞎。多谢夫君。这上个香还真不容易，夫人信这个？我相信事在维维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上香还是供灯？上香，有劳小师傅引路。女施主客气了，请跟我来吧。这是姻缘树，此树为许愿树，不止姻缘，求其他也可以，很灵的。施主要不要试试？还是算了。劳烦为我取一个吧。
稍等，你不是不信吗？佛祖座下不可妄言，心诚则灵。怎么还顺带捎上我了？是不是为了凑4数？是啊，不然瞧着空落落的，多难看啊！你不是一心想要我高中吗？怎么不写这个？一次许2个愿望，那多贪心啊！万一佛祖不乐意怎么办？给我也拿一根吧。施主稍等，我不信神佛，今日之行求的是个心安。我想要的是会自己亲手争取，负过我的，我也会亲自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今朝隐忍折帛，即待来日潜龙在天。殿下走神了。空寂大师棋高一张，本宫自愧不如。还不是方才外头那位大放厥词，佛门净地口出狂言，殿下为何阻止奴婢出声呵斥？本宫倒是觉得那女子很是大胆，颇有意思。你去查查是哪家的贵女。本宫久居佛门，倒是不知燕京何时出了这样一个人物。今日的棋就下到这里，改日再找大师探讨。恭送殿下。沈唐宁原来是谢灵华的侄女，不过这姨侄俩的性子倒是南辕北辙呢。三皇子近来走动频繁，是如何打算的？就说近来本宫身体抱恙，让他不必来拜访了，隔3差5来一趟，真把本宫这里当他自个儿家了。想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没什么，等急了吧？这有什么？现在是回去了还是怎样？女施主留步，我家主子想请您一步一叙。不知你家主子是何人？妖人续话却不自报形成身份，我家夫人就这么随随便便跟你走了？若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找谁哭去？这位郎君请放心，我家主子是女子，断不会将你夫人给拐跑的。我家主子姓燕，是草民失敬了，号佳宁。姑姑请带路吧。沈家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本宫面前耍心机！殿下息怒，你那句今朝忍忍折帛，明日潜龙在欢，是说给本宫听的？是说给殿下听，也是说给臣女自己听。你倒是诚实，殿下面前不敢卖弄。你跟你的姨母可真不像。起来吧，没成想这么些年过去，你的胆子竟大了不少。殿下以前见过我，见过一次，那时的你才几岁，谨小慎微，明明还是个孩子，却偏要装出一副年少少成的模样，和你姨母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来偶遇本宫，目的怕是没那么简单吧？殿下果然料事如神。坐，尝尝本宫的手艺如何喝？怎么样？滋味很奇特，很好笑。奴婢知错，难喝就难喝，你倒是虚伪的很。说罢，你来找本宫意欲何为？唐宁曾听太子殿下提起过殿下，言语间不乏仰慕。本宫的时间宝贵，没兴趣听你这些敷衍的托辞。唐宁不敢欺瞒殿下，我此番是为太子表哥而来。殿下是太子的姑姑，就算不站在他这边，也请不要站在他的对立面。抬起头来，本宫喜欢你这双眼睛。唐宁的荣幸。沈唐宁，本宫记住你了。倒是不曾见殿下对哪家小辈说过这么多话。殿下挺喜欢沈家大小姐，你倒是会揣摩本宫的心思。奴婢多嘴。这个丫头有点意思，让本宫想起了从前的自己。沈家大小姐年纪轻轻，心思却不浅。女子有野心，本宫不觉得是坏事。可算是等着他落单了。这长公主哪来的那么多话要讲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长公主人在何处？这个时辰，殿下应是回禅房用膳了。
那和长公主一起交谈的那位夫人呢？你说那位穿黄色裙膝的夫人啊，她方才就离开了。小师傅，下山的路有几条？2条，一条是常走的大路，还有一条偏僻的小路。那条偏僻的小路在哪儿？谢了。殿下，沈大小姐极有可能被歹人挟持了，就在方才。这丫头挺招人恨啊！哼，在本宫的地盘将人掳走，分明是没将本宫放在眼里。派几个人去找，真要有个闪失，本宫真是有嘴也说不清。大哥，到底要把这小娘子带到哪儿？万一她家人报官怎么办？人失踪没超过1天，官府是不会管的。先随便找个地方，等明天一早再给人送回去。几位大哥有何贵干？人放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懂不懂规矩啊？先来后到，知不知道？这位大哥，这单子是我们接下的，您这样横插一脚，不是让我们难做吗？大哥，人我们给你。方才是我们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和我们计较。晚了。人跑了，追！沈大小姐，您再往前一步，我这刀可就收不住了。这位壮士，我想我之前并没有得罪过你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就算是要死，你也要让我死得明白吧。沈小姐不妨仔细想想，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，得罪过什么不该得罪的人？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内宅妇人，能与什么人结仇？阁下莫不是故意为难我？看来沈小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等一等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之前在公主府，你的刀可不可以拿远一点？我怕伤着我，你这样我容易紧张。沈小姐，我劝你老实点，别想耍花招。沈大小姐，我是不是对你太仁慈了？找死！狗贼，跟谁俩呢？迟延，可有伤到？小心！这是死士，你想从他嘴里逼问出什么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那就杀了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昨夜我本想去找你，本意是找你报恩，却不料途经吃府门口附近的小巷，发现了件有意思的事。这是你深更半夜不请自来的理由吗？我是一个杀手，只能夜晚出没。你继续说。我不小心听见一场密谋，你们家的管家买通了几个小喽啰，说要把你绑了，给你一点颜色瞧瞧。王管家，居然是他！怕是前2天的事让他在侯夫人那边吃了闭门羹，这才心生报复。这些死士明显出自另一伙人，我推测是你在公主府帮了我逃走，被三皇子给盯上了。你救了我，我也救了你一命，现在我们两清了。阁下这样做可就不地道了。于我而言，当日在公主府救下你，那可是花费了9牛2虎之力。现如今我还被三皇子这样的人物给盯上，甚至可以说，今日我有此劫难和你逃不了干系。这点你承不承认？但于你而言，解决这几个杀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虽然同样是救命之恩，但却并不对等。更何况我还是因你而招来的杀身之祸。我说的可有错？那你想如何？有一句话不是说，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？这样，你替我做事，我付你酬劳如何？做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？我不。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沈大小姐，我不是为5斗米折腰的人。1个月100两够吗？是不是少了点？200两。可以。什么时候上任？不是说没有受伤，哪里不舒服？腰磕了一下。得罪。你在做什么？夫君力气好大。也就还行吧。练家子啊。有人来了。沈大小姐可有大碍？我等是长公主的护卫。殿下听说您失踪的消息，心怀歉意，特意派我等前来寻您。劳烦小哥替我谢过殿下，我已无大碍。多亏我夫君和我的护卫赶来及时，只不过在争斗之际，那群凶神恶煞的贼人已伏诛。能否请几位帮忙把他们送到京兆尹府？当然可以。小姐，您这是……回去再说。夫人可真有钱。
哪里的话，这钱难道不是夫君出吗？啊，我们不是夫妻吗？是啊，那你的银子不就是我的银子？好像也没毛病，但我总觉得你的银子不给我花，想给谁花？那位娉婷姑娘吗？那肯定给你花。那没事了。什么情况？出去一趟怎么还请上大夫了？哎呀，你别挡路，唐宁，娘的好儿媳妇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小心摔了下，不要紧的，娘。摔一下能摔成这样？迟燕那小子干什么吃的？这事儿还真不怪夫君，回头再说。姑娘，我儿媳这伤势如何？可要紧？夫人放心，少夫人这伤只是看着吓人，并未伤及根骨，淤血揉散了，再抹点活血化蛆的药。这治外伤的伤，早晚各抹一次，记得别沾水，饮食尽量清淡一点。差不多就这些注意事项。你媳妇儿让你进去。你叫我？我行动不便，有一件事想劳烦夫君帮忙。我既已脱险，今日的账便要算上一算。王管家那边劳烦夫君跑一趟。就这个？不然还能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小事一桩，我这就去拿人。小姐想如何处置那老东西？这是侯夫人的人，你家小姐我可没权处置。哼，买凶害主，这样的下人将何该扭送官府？王管家，您这会儿得空吗？去，你王爷忙着呢。狗东西，作死吗？狗东西，看清楚爷爷是谁！二公子，我是夫人的人，你没权利这么对我。行，那就去找能处置你的人。一个两个都当本夫人是软柿子不成？燕哥儿，好大的派头啊！拿着我的人气势汹汹来我院子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。这王管家手脚不干净，京兆尹府的人正等着问话呢。奴婢便要斗胆问问二老爷是如何管教的儿子了。侯夫人莫怪，事急从劝，我这也是不得已为之。否则等京兆尹府上门来要人，那丢的可是整个池府的脸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和京兆尹府有什么关系？今日晚辈陪夫人去普陀寺进香，中途却遭遇贼人劫道，指名道姓有人买凶，目标是我夫人。侯夫人不妨猜猜，这买凶的人是谁？没错，正是王管家。二公子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我王府敢对天发誓，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还请夫人明鉴，还小人一个公道啊！难不成还是我家小姐用自己身体开玩笑来污蔑王管家？奴婢也觉得此事有古怪。王管家一个下人哪来的胆子敢谋害主子？莫不是有人指使？还请侯夫人彻查此事，给我家小姐一个交代。你好，迟燕，你说这事儿是王管家做的，可有证据？那几个歹人现在人在何处？让他们来对质。那些人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也就是说，现在是死无对证。那你总要拿出实际的证据，总不能你空口白牙指谁便是谁吧？燕哥儿，不是我说你，可你此举未免也太冲动了些。要是官府查案办案都像你这般草率，那世间不知道多少冤假错案。二公子，那些人已经死了，又怎么能作证呢？小人说句难听的，若您诚心跟小人过不去，那小人岂不是有理也没处说？夫人说的是，说话做事得讲究证据。也是我来的匆忙，险些忘了。人证嘛，倒也不是没有，只是一时半会儿恐怕来不了。我这个身份，怕是也请不动人家。嘉宁长公主，你说的人证是谁？嘉宁长公主。你说谁？长公主啊！今日我与唐宁能够脱险，多亏了殿下。不好了，夫人，侯爷回来了！混账！侯爷回来了，你这么慌做什么？可是同侯爷一起来的还有京兆尹刘大人啊！你说什么？蠢东西，怎么不早说？那几个小喽啰都死了，咱们要怎么证明是王管家指使的人？有人会替我们证明。你是说长公主她有这么热心吗？我们认不出那些死士，长公主却未必认不出。你猜她会怎么做？这事儿若是闹大，丢的是整个皇家的颜面。所以，于公于私，长公主都会选择粉饰太平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就需要有一个人认下这个罪名。所以届时，即便我们不求到长公主那里，她也会主动出面摆平此事。侯爷，刘大人。下官见过侯夫人。刘大人可是稀客，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，也不提前让人知会一声？实不相瞒，下官是为了一桩案子而来。案子？什么案子？
刘大人说这话，我可就不明白了。今日长公主与贵府二少夫人一见如故，便叙了会儿话。谁料分别之后，二少却在普陀寺中被人挟持，光天化地竟出了这档子骇人听闻的事。殿下震怒不已，特命下官彻查此事。原来真有此事，燕哥儿来找我，我还当他是夸大其词。既如此，那我便也容不下这等恶仆了，还请大人按律处置。夫人明鉴，小人绝无半点谋害二少夫人的心思啊！你若没做过，好端端的那些人为何要攀咬上你？小人是买通了几个混混，想让他们绑走二少夫人，吓唬吓唬她。可我绝没说过让杀二少夫人这话呀！夫人，念在小人往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您就饶过小人这一次吧。王管家，我平日待你不薄，没成想竟叫你生出这般毒辣的心思，胆大包天谋害府里的主子。夫人，王管家，你去吧。若你当真无辜，刘大人自会还你一个清白。可若此事当真你所为，本夫人也容不下你。刘大人，人本侯就交给你处置了。侯爷放心，下官定尽心尽力。此事能否摆脱刘大人，的确我侯府管教不严，但传了出去，到底有失颜面。侯爷放心，下官今日前来，只是向侯爷讨杯茶喝。这就是夫人管的家。此事妾身是真不知情，腿长在王福身上，妾身还能时刻盯着他不成？可他是你的人，你让外人怎么想？我信你不知情，他们信吗？夫人管家辛苦，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如让二弟妹帮着一起管，也好放一放肩上的担子。侯爷，此事不可。夫人若是能让我省点心，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。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夫人，快请大夫！这我肯定不行的，我又没管过家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怎么办？娘都没尝试过，怎么知道自己不行？可大嫂那边会不会不高兴？此事怕是侯爷的意思。无论娘答不答应，大伯母对您的怨恨都不会少。娘以为不争不巧便能家宅安宁，可事实是，您不争不抢，底下的人都以为咱们二常是软柿子，连带着夫君也被人瞧不起。唐宁，是娘糊涂了。那你觉得娘能管好吗？这是自然，我相信娘。这管家权来的不易，是由你受伤换来的。娘一定争口气，不让你白受委屈。二少夫人，你想当姨娘？二少夫人，奴婢绝无此意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二少夫人，我没做错事，你不能这么处置我。您如此善妒，就不怕惹得二少爷厌弃呢？二公子为了你厌弃我，你未免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。你不妨瞧瞧，迟燕会不会为了一个丫鬟和我翻脸？你来了，你怎么做事的？端茶送水这活平时不是你来做吗？是小人疏忽了，请公子责罚。我又没非要罚你，你那么紧张做什么？以后我的书房里不许让不相干的人进来，听到没有？小人知道了。哼。怎么了？有哪里不对吗？这不是我要的消石，而是芒硝，两者外形相似，用处却大不相同。我要找的硝石多出现在洞穴石壁等湿润处，亦或是茅王墙壁以及附近的泥土中，也叫地霜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那奴婢再去找找。不用了，我让八两去吧，反正这小子闲着也是闲着。那小的再去找找。那倒不用。这就是所谓的提纯。这叫溶解结晶法。提纯的方法不止一种，只是这个比较省时省力，用木炭也可以，只不过相对于来说比较麻烦。夫君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平时就喜欢看些杂书，看得多了，自然也就明白了呗。那夫君可真厉害。这又是在做什么？这一步是过滤掉里面的杂质。唉，现在就等它完全冷却。姑爷，这是不是好了呀？可以了。瞧着是比之前颜色剔透许多。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制冰了？唉，去打盆冷水，再拿一个大点的盆和一个木桶来。哎，这就可以了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奴婢不觉得无聊啊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可不是嘛，多稀罕呐，还能亲眼见着水结成冰。好啦，你们一直蹲在这儿不累吗？结成冰也需要时间，先干会儿其他的事儿。
老天保佑，可千要成功啊！本公子的一世英名可都看这一回了。喏，我就说吧，小意思。夫君真厉害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你不也没睡？这么晚了，夫君去歇着吧。你先睡，我这还有点没看完呢。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，要是把身子熬垮了，那可是得不偿失。滚！哎，手怎么出汗了？我让雪清打了热水，夫君先去洗漱。对了，过2天季无涯、唐旭他们邀我出去聚一聚，之前他们约了我好几次，我都没同意，他们都有意见了，就是单纯一起吃个饭，不干别的。腿长在夫君身上，我还能拦着你不成？你不生气？咱说好了，可不许偷偷向爹娘告状。我生什么气？夫君近来这样刻苦，是该出去好好放松一下，玩得开心。娘若问起来，我帮夫君周旋。我就知道夫人不是蛮不讲理的人，只是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夫人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夫君不会不知，害人之心纵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亦不可无。夫人放心，我省得，不过是吃个饭，出不了岔子。3催4请可算是出来了。我说池二公子，您老人家现在是越来越难请了啊！兄弟还想不想做了？去，少来挤兑我。哎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家里头那位管得严，我这出回门还得打报告呢。沈大小姐当真那般凶悍，不过我要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，被管着倒也没什么不好。你们没成亲的人是没办法明白的。瞧瞧他，这是变着法炫耀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阿燕，你真打算参加此次秋闱吗？有把握吗？哎呀，唐旭，这可就是你不像话了。不是出来玩吗？怎么还提这些扫兴的？玩玩嘛，试试呗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用去管外界那些闲言碎语。你能有重新再来的勇气，已经强过他们少了。说得对，咱们3个一起，未必不能一举登科及第。你瞧瞧我抱了抱都没那个勇气去参加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娘还让我多向你学习呢。要不我也去试试，让我娘开心开心。那去呗，正好咱们仨一起，还能给我壮壮胆子啊！那感情好。唐旭，你觉得呢？我都成，一起就一起。太好了，万一咱们撞了好运，一举登科及第呢？瞧瞧我听到了什么？3个不成器的纨绔还想着这登科及第，这可真是本公子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怎么又遇到了这瘟神？瞧萧公子说的，人实力不行，可不是只能做白日梦了。你们说谁做白日梦呢？谁痴心妄想说谁呗。怎么着？不服是吧？来打一架！来呀，来呀，谁怕谁？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本公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别让这种人坏了兴致。怂货！迟燕这小子怕不是在家关疯了吧？管他呢！嫔皇姑娘快要登台了。他们这是做什么？你关在家里消息碎缩。今晚春风楼的画舫会环湖进行歌舞表演，届时娉婷姑娘还会登台献舞一曲。你上哪儿去？吃饭啊，不然呢？娉婷姑娘要献舞，哎，你居然还有心情吃饭？不然我饿着肚子，她又不能当饭吃。咱这是上哪儿去？先说好啊，我夫人不许我看别的女子，出入烟花之地，更是要打断我的腿。行，知道了，你个妻管严，咱们隔着湖呢。那画舫上的票一票千金，你想上去看还没那个机会。怎么样，我挑的这地儿还不错吧？可能入池二公子的眼。凑合吧。惯的你，都知道娉婷姑娘要登船献舞，大家争相寻找最佳视角。你是不知道，但凡好些的位置都被抢完了。看到那些人没？那便是船上买不到位置，只能站在湖边看的。这么夸张？不就是看个跳舞吗？他们是没看过还是怎么？什么叫不就看个跳舞？那可是娉婷姑娘的舞，能一样吗？哦，那娉婷姑娘是比寻常人多了只眼睛，还是少了个鼻子？你看看她说的叫什么话？这要是让萧碧听见你这么说她女神，光是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。
他呀，是已有家人在怀，眼里再也容不得其他。有家室的还不早点回去，在这儿凑什么热闹？先说好了，本公子得早点回去。我如今是有家身世的人，和你们可不一样。行了，张嘴闭嘴就是你家夫人。来，别光顾着说话啊！听说这湖里的鲈鱼可是一绝，还有这春日醉，出了名的好滋味。喝酒不开车，平安你我他。石燕，你脑子让驴踢了吧？回去的路上又不用你来驾车，车夫干什么吃的？清月本来也是要来的，不过他昨夜偶感风寒，怕过了病气给你我，便只能遗憾作罢。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宁宁，你何时与顾小姐这般熟识啦？之前在公主府的时候，与顾姐姐一见如故，觉得甚是投缘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没有的事，出来玩人多才热闹嘛。只是从前觉得顾小姐这样天仙般的人物，应该比较难以接近。今日一瞧，倒觉得是我肤浅了。那湖边怎么这样多的人？请问你们这是在看什么啊？还能是什么？听说春风楼那什么婷的姑娘今日要登船献舞，这些人都是慕名前来观看。娉婷姑娘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名儿。这位娉婷姑娘很有名吗？这样啊，也不知道这女人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把这些男人一个个迷得不着家。可是腿长在这些人身上，他们若不想来，那位娉婷姑娘还能强迫他们来不成？你这姑娘怎的还帮上一个继子说话了？笑贫不笑娼，若非走投无路，谁又愿意自甘堕落？你这个说法倒是有点意思，随口说说罢了。这也没瞧见人啊，他们这是在激动什么？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反倒更能引起人的探究欲望。怎么了？着凉了？迟燕，你有点虚啊！这才多久的功夫？你才虚呢！还要多久？我想回去睡觉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再等等。这是那人的意思，我知道了。娉婷姑娘，时辰到了。这也看不到脸啊。没关系，看看人家跳舞也行啊。这是堕之舞，有什么说法吗？据说此舞源自西域，难度极大，对舞者的力度和柔韧性要求极高。你看这么密集的鼓点，他的步伐却不曾乱，抬腿折腰，力度都恰到好处，说明他功底深厚。以舞动精华，确实不曾夸大。感谢大家的喜爱，今天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项特别环节，请大家将想对我说的话写在花笺上，随后我会随机抽取几名在场的观众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，今天没白来。怎么，你还想去凑个热闹？这么多人，能抽中你就见鬼了。万一我就走了运呢？试试又不亏。再说错过这次，可就没下次了。管他呢，他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接下来好像也没什么好看的了，时候不早，咱们回去吧。迟燕还没回来？没呢，姑爷好不容易出去一趟，这会儿准是流连忘返呢。让他放纵一下也好。八两呢？他同姑爷一起出去的，这会儿也还没回来。你去找人，找到以后给他带个话。他若是不肯回来，那我只能亲自去请。公子呢？少夫人，他被京兆尹府的人给带走了。他又和人逞凶了？这次不是，是杀人？不对，公子他没杀娉婷姑娘，人肯定不是他杀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听说今晚娉婷姑娘要献舞，季公子他们提议去瞧瞧。二公子本不乐意的，但也不好扫了他们二人的兴致。因那船票贵，当时小人就没跟随公子上船。是娉婷姑娘，娉婷姑娘跳湖了！公子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家公子？你们家公子涉嫌一桩命案，我们要将他带回去调查。迟燕，你个疯！你到底对娉婷姑娘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会逼得她跳湖自尽？少夫人，您要相信公子啊！且不说他酒量极好，轻易不会醉，就算他喝醉了，最多只是抱着公鸡睡一宿，绝对不会干出这等丧心病狂之事啊！你说你家公子酒量极好？对啊。那季无涯和唐旭呢？据说事发的时候，季公子和唐公子并没有和公子在一起，但官府的人还是把他们一并带回去调查了。这件事暂时瞒着老爷和夫人，我先去衙门一趟。八两，收拾一些御寒衣物，待会儿给公子送去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准备。
何人擅闯牢房重地？我家小姐乃是户部尚书沈家嫡女，这不前脚我家姑爷被你们抓了来，她担忧不已，还请小哥松点刑个方便。你们这是光明正大行贿，抱歉，我可不吃这套，还请速速离开。我夫君目前并未定罪，只是被你们请了过来配合你们调查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带走，已是将他视为戴罪之身，引得百姓口诛还伐。若是事后查出他是被人冤枉，那我恐怕只有进宫，请皇后娘娘还我夫君一个公道。原来是沈大小姐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您莫要见怪，这小子初来乍到没眼色，不认得您呢。沈大小姐，就是这儿了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能否得劳烦开个门？我把这些东西送进去，待不了多久就走。那沈大小姐，您可得抓紧时间，我去隔壁转转。你别进来了，这里面脏。他们可有对你用刑？我没杀人，更没做那种事。我相信夫君。真的？你真的信我？夫君与那嫔婷姑娘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和她过不去？萧逸和唐旭拉我去看嫔婷姑娘，我全程都只低头吃菜，就连喝酒，我也就喝了2杯。我从未见过她，更别提什么其他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些时候，你不去招惹别人，也会有人主动招惹你。他们要害你，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恶。你只需如实交代一切，其余的交给我，我会接你出来。那我该怎么做？如实将你知道的告诉他们，至于其他的，交给我。照顾好自己，等着我接你出来。迟燕他是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的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还请你们仔细查查，早日还他一个清白。行了行了，怎么办案还轮不到你们2个门外汉来教。天色不早，快回去吧，我们随时可能再传你们来问话啊。沈大小姐，嫂夫人，迟燕她怎么样了？牢记公子挂心，我夫君情况尚可。嫂夫人，要不你打我吧，骂我2句也成。这事归根究底都怪我，若不是我执意要去看嫔婷姑娘，迟燕也不会遭此无妄之灾。我们都相信这事肯定和迟燕没关系，如果当时我们在场就好了，说不定迟燕就不会。总之我们难辞其咎。无论此事是不是迟燕所为，京兆尹定会查明真相。时候不早，2位还是尽快回去吧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嫂夫人心里肯定怨上我们了，人之常情。你仔细想想，我们仨一起出来，结果只有迟燕发生了这种事，沈小姐很难不迁怒我们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不相信迟燕会逼得嫔陵姑娘跳湖自尽，可为什么偏偏是迟燕？她与嫔陵姑娘又从未见过。更别谈结仇。小姐是觉得唐2位公子有嫌疑？事发之时，他们2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，你觉得这只是巧合？这么看来，他们2人的嫌疑确实很大。可是奴婢听说2位公子和姑爷也算是交情颇深，怎么还会做出这样的事？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在你看来情比金坚，可对别人而言，舍弃你和舍弃一样累赘，没什么不同。混账！我们迟家怎么出了这么个无法无天的孽障？这让我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若不是门房机灵，怕是明日迟家沦为整个燕京的笑养，我们都还瞒在鼓里。二嫂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二哥闯下这样的大祸，你怎么还想着替他瞒着我们呢？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呐？老二家的，这便是你教的好儿子，平日里斗鸡走狗，不务正业。我咬咬牙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如今他干了什么？他居然沾了人命官司！我迟家是断断容不得这么个败坏门风的孽障。母亲息怒，此事未必如表面所见。祖母，如今京兆尹只是请夫君前去配合查案，并未定他的罪。此事是不是他所为，还有待商榷。只抓了他一个人，还不能证明他的嫌疑吗？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，你觉得还有转圜余地？当然有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还未到绝境，怎能轻易下定论？唐宁，我知你维护自家夫君心切，可杀人这个罪名并非小事。你要知道，这事儿真和燕哥哥扯上关系，咱们受累。别的不提，就明日侯爷和子恒上朝，参他们的折子都够我们吃上一壶。不行，这逆子必须逐出家门。祖母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不想办法解决，却急着撇清关系，这落在外人乃至陛下眼里会怎么看？明哲保身固然是人之常情，可事后若证实迟燕是清白的，覆水容易，收回来可就难了。你放肆！
你这是在指责我们。长姐，知道你救人心切，但你也不能公然顶撞老夫人呀。二妹妹倒是心宽，且不说我这如何叫顶撞，若当日你我并未错嫁，如今你恐怕比我更着急呢。二妹妹如今怀有身子，孕期最忌讳思虑过多，你还是好好歇着吧。祖母这话可真是误解了孙琦。唐宁分明是顾全大局，为了咱们整个池府长远发展考虑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二弟的事情尚未盖棺定论，咱们不妨等等京兆尹那边怎么说。母亲，子航说的不无道理。燕哥那孩子虽然离经叛道，但应该不至于做出这种事。二弟知道你们溺爱孩子，不过平日里还是要多重对孩子的教育才是啊。唐宁，迟燕那孩子怎么样？他怎么就着了道呢？爹娘相信夫君是清白的。自己的儿子什么德行行，我们为人父母的能不清楚吗？阿燕这孩子，你说他不上进，说他没出息，这些我承认。可我生的孩子，我还能不了解吗？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轻薄人姑娘这种事儿的，更亡于杀人呢。我也相信他。唐宁，能娶了你是他的福气，往后这家里便全由你当家做主，你说什么便什么。唐宁，你看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？官府查案我们是插不上手，能不能想法子让他在里面好受些？二老爷放心，我会设法联络刘大人，保他不受刑。我听说官府办案审讯手段都比较……爹是担心他们屈打成招。迟燕那小子自小没吃过什么苦，我担心他被用了刑，万一一股脑认了罪，那可怎么办？京兆尹刘大人并非酷吏，刑讯手段应当不会过于严苛。爹娘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，保管夫君在狱中不会遭到严刑逼送。你该不会是打算找皇后娘娘求情吧？这可不成啊！为何不能求皇后娘娘？这件事这么多人盯着，皇后娘娘若当真插手，势必民怨沸腾，岂不是将她架在火上烤吗？爹知道你同娘娘感情深厚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不能将娘娘陷于不义。爹娘放心，我并非是求皇后娘娘出手，此事我另有打算。属下已确认过，是娉婷没错。他竟敢自作主张，此案造成了极恶劣影响，给京兆尹施压，让他务必尽快结案。唐宁，我同你一起去吧。我知道娘担忧夫君，但今日恐怕不会太平，您还是在家中等候吧。那我也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娘不如就在马车里待着，我去和你一起，总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。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他迟燕杀了娉婷姑娘，就该……诸位，请听我一言。我知道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案子，可查清真相还需要时间。你们在这里声讨，除了耽误时间和造成秩序混乱，对案情进展并没有多大帮助啊。刘大人，我们这不也是怕您迫于压力，不得不向权势低头吗？萧公子，您这……哟，这不是碰巧吗？刚好人就来了。萧公子是亲眼见着我夫君杀人了，这不是不争的事实吗？这么多人亲眼见着娉婷姑娘从池儿的房间里跳了下来，难道还能有假？都说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可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。你们只看到娉婷姑娘跳湖，却并未看到事情的起因经过。当时屋里只有迟燕一人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你莫不是想替他狡辩？正纣罪，我沈唐宁绝无半句辩解，罪该万死。但仅凭你们的一面之词就要定他的罪，这就是你们读了圣贤书所学到的众口铄金吗？我相信律法公正。若迟燕真的杀了人，或者逼迫娉婷姑娘行苟且之事，那么她罪该万死。可若她是被冤枉的呢？那么今日你们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逼死她的利剑，你们每个人都是杀人凶手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！诸位都是读书人，难道不明白众口铄金、积毁销骨的道理？如若迟燕真有罪，律法自会惩罚他，而不是让你们在这公然升堂审判。你说的冠冕堂皇，谁知道你们迟家会不会向刘大人施压，逼他草草结案？萧公子可太看得起我们了，京兆府可不是迟家的一言堂。再说我今日来就是为了此事，此案我恳请大理寺与京兆尹协同调查。迟二少夫人这是不信任本官。刘大人误会了，只是此案错综复杂，听闻大理寺擅断其案，故而我才有此提议。况且我朝律例，世家子弟涉案当移交大理寺审理，我这请求不算过分吧？此事容本官呈报上去问过上头的意见，才能给你答复。那就先谢过大人。大理寺办案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，萧公子可放心了。我们走。忧虑，大理寺少卿柳大人是个品行能力都相当出众的人，劳你费心了。沈大小姐放心，抛开正常审问流程，若是上头吩咐，本官也不敢轻易用刑。
阿姐，我听说迟燕她……这位是唐宁的弟弟吧？我先回马车里等，你们姐弟聊。迟二夫人也在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一早得知了消息，差点气炸了。此事他也是着了道，被人算计了。我也不信他会杀人。虽然那小子瞧着浓眉大眼，实则心眼忒多，但这种事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。等我见到他，非打断他的腿不可！竟敢让姐姐你为他操心，就你能耐！他若真敢做出对不起阿姐的事，我打断他的腿！行事这般冲动，你还是当心父亲先打断你的腿吧。我也没真想抽他，这不是想来问问情况吗？阿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此事疑点颇多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。我暂时还没有头绪。如今是特殊时期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，须得谨言慎行，不可任性妄为。记住没有？成，我都听阿姐的。若是有什么需要，阿尽管吱个声。刘大人，这边请。请。迟二公子，本官乃大理寺少卿柳一富，接下来会负责参与调查你的案子，希望迟二公子能够配合。柳大人好，该交代的我都一字不漏交代了，不知道柳大人还想了解什么？我看了迟二公子的誓词，你怀疑自己当日被下了药，可我方才从案发现场回来，当日你的酒水饭菜中均未发现任何药物残留成分。